黛西怎么没来啊？请假了吗？他是你的秘书啊。但你负责行政，你是行政总监啊。我只负责我聘任的秘书。那您能不能在我的秘书缺席的情况下，兼任一下我的行政呢？你们俩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你想多了。你如果看见他不在工位上，以你的脾气，你早就一个电话打过去了。我待会儿会跟他联系的。我帮你打。喂，丽娜姐，你怎么没来上班啊？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来呢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外卖到了，我要挂了，拜拜。他说外卖到了就挂了我的电话。难道说外卖比上司的电话重要吗？你惯的。你好，黛西。啊，站门口等我。我在等我的外卖。看这意思是不准备请我进去坐坐吧？跟你们公司合作，杨帆一直认为啊，我是因为他，其实我都是冲着你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关注你。我知道你头几年一直消沉，成天打游戏。当时我真的挺担心你。看你现在这样子，我真的为你开心。咱们今后可就要共事了。我知道，你找过林小莲，她劝你放下，她是对的。她都放下了，你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我给她介绍那个心理医生特别的好，要不要我介绍？你是在怕我？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因为你做了亏心的事儿。黛西啊，你是你，根本就没有接受当年的教训。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我跟你的领导罗宾主任那可是一见如故，我们今后每个星期都会在一起打球。我对他来说是不能置换的大客户，明白吗？尤其是他刚刚上任，因为夫人之仁，让整个律所陷入了重大的财政危机，所以他更需要我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我是在规劝你，识时务。我知道你鼓足了勇气，跟罗宾说了我的事儿。你以为他能站在你这边，对吗？你太天真，太自作多情了，根本就不可能，你明白吗？好好想想。你好，406外卖。哦，谢谢你啊，辛苦，给你5星好评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再见，用餐愉快。你会付出代价的。你说让我付出代价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咱不如和平相处，我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。OK， 吃饭。